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不是中东，也不是在全球的地图上面的俄乌战争，我们要来看到现在非常紧张的局势是位在南亚国家。怎么回事？我们来关心到的是阿富汗塔利班，我们这边称它做阿塔哦。南亚局势来看到，最近呢是从7处同时开火，越境袭击的是巴基斯坦的这个军队。那根据他这个宣称哦，已经击毙了58名的巴军，另外还有30个人因此重伤，还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这一场战役被视为是美军撤军以来南亚最猛烈的一次越境的攻击了。发生了这一场攻击之后，我们来看到巴基斯坦，他的总理是夏利夫立刻跳出来，他怒火中烧哦，就说呢，接下来没关系，你们打我，我们将会血债血还。他也强调呢，这个巴基斯坦目前的国防是没有任何的妥协的空间的，任何挑衅他都不会容忍。尤其现在来看到，因为这一场战役，我们现在看到阿富汗跟巴基斯坦这边的2600公里的边界再度的陷入了激烈的交火当中。这个边界其实过去就已经有些争议了，却因为这一场战役再一次的变成了这个火线筒哦。那我们要来看到为什么今天会爆发这一场战役，主要的原因就是阿富汗境内，它原本自己的这个恐怖组织叫做巴塔近期呢先去攻击巴基斯坦哦，造成这个恐攻，造成了23个人死亡。那巴方也用无人机来反击，是精准杀了他的这个巴塔的2名高层，所以引爆了这一场冲突。那么阿富汗塔利班则是选择来这个护短。护的就是巴塔，让这个战火一夜之间全部烧起来了，会不会变成从这个边境战变成一场重要的区域冲突？尤其是刚刚讲的这个2600公里的这个边界线，会不会变成火药桶？舰长怎么看？如果我们现在来看哦，那个有关于南亚的话，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是这一条杜兰线。那这条杜兰线呢的出现呢？其实是历史的成因。那在这个历史的成因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到这个是牵涉到，在这个18世纪的大赛局。那在这个大赛局里面，其实真正进驻的国家现在都不在这里，也就是英国跟俄罗斯的部分。俄罗斯其实它就是想要透过中亚，然后经过阿富汗，然后对于这一个印度洋有一个出海口。那印度嘞，对不起，英国嘞，他真正的想法是，因为如果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地缘战略成功的话，其实会压迫到这一侧的印度。所以我们讲到说，当年故意画的这个线，那这个线真正就我们讲的这条线杜兰线，真正影响的是什么？也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一块，这一块是什么？这一块其实就是普什图人，他的这个部署的范围，这个也就是我们每一次在讨论瓜达尔港的时候，都说，他这边有恐怖分子，其实他是这里的人民。那当初也因为这一些列强啊，他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们都想要对于南亚有控制的能力，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把一个种族用一条线整个的切开，然后切开之后呢，就造成现在的这个遗留的部分了。而且我们现在一直讲到的是有关于印度如何的插手，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在前一段时间，美国跟英国还特别提到了有关于阿富汗它的最大的空军基地，那他们说他要收回来。你凭什么收回来？你现在为什么要收回来？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就是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的那个这种冲突，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大国在这里面进行竞逐。确实哦，这背后还有牵涉到的就是大国之间的博弈。除了刚刚舰长提到的美国之外，我们也来看到，事实上哦，这个阿富汗最近跟印度真的确实走得很近，所以也在看说是不是印度透过阿富汗要跟巴基斯坦打这个代理战。因为我们来看到印度跟阿富汗最近有什么在外交上的关系，就是他们各自派出自己的外长在新德里这边会面了。那印度的外长苏杰生就宣布要重启阿富汗的使馆，塔利班也派了外交官进驻
驻到新德里。结果呢，就在这个外交关系转好的同时间，我们看到了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结盟之后就立刻做了一个攻击哦，这是阿富汗的攻击。那所以专家也在警告说，印度这一步就是透过和塔利班结盟，意在牵制巴基斯坦，包围中国吗？委员怎么看？我们先问一个事情啊，为什么苏联跟美国在阿富汗都被打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上要去考虑的。两个超级大国在阿富汗都打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地形，因为你不管美国、苏联也好，你只要军队派出去，因为那边的地形，你的补给线很容易被切掉，然后很容易被这个围剿。然后这些人你轰炸他在阿富汗的特殊山洞里面，你还真的轰不了他。而且这个塔利班之所以能够生存至今，因为他的老百姓跟他是在宗教上有很强烈的联系，透过宗教所建立起来的这种组织方式，几乎就是很难被这个斩断。那回过头来，我们知道塔利班现在我们讲的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塔利班。可是我们要弄清楚啊，今天发生战争的不是阿富汗塔利班，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什么叫巴基斯坦塔利班呢？因为巴基斯坦的内部的政治形势有一些比较倾向于用宗教来统治巴基斯坦的一些军人也好，游击队也好，它凝聚出一团。而现在巴基斯坦的政府是世俗化的伊斯兰政权，而这些属于这种宗教式的。这种向往像塔利班一样模式的这种巴基斯坦的反对派，就组成所谓巴基斯坦的塔利班。那因为两边跟巴基斯坦中央政府不合，他打来打去，他都逃到了阿富汗去。那阿富汗在跟美国打的那一段时间这些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完全配合他们跟美国人打，而相对的，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是配合美国打阿富汗。所以双方面有这种复杂形势底下，不可否认，阿富汗的塔利班的确在庇护巴基斯坦塔利班。为什么？一起上战场的人了，我现在怎么可以抛掉你？而且又这抛弃你是不符合伊斯兰的教义的。所以两方面就开始出现很多变成国与国的问题。那有一个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的领导人，那被这个巴基斯坦的军队似乎给打到了。那所以他们要报复，就调集了很多的军队，然后再攻击这个阿富汗跟巴基斯坦边界里面的巴基斯坦的军事的这些哨所啦，这个所谓战体等等。那这种战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星星之火很容易燎原。那你说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有没有在后面协助？这个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有，但是在打的并不是阿富汗的塔利班，但是对巴基斯坦，你通通是塔利班，我不管你些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有完没完的。那这个阿富汗的塔利班因印度啦跟中国啦，事实上这个建交都一直在努力当中。那以前这个印度反而是什么呀？反而是跟这个有一段时间跟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没有特别的来的融洽，反正这个当时的巴基斯坦那也曾经帮助这个阿富汗塔利班，可是现在是倒过来，所以这种国际形势复杂了，一个很复杂。是，但我认为这个战争打不大了，因为美国也并没有说真的要在里面取得什么太大利益，俄罗斯也没有要在里面取得太大利益，都嘴巴讲的。比如说川普说阿富汗你把那个空军基地还给我，人家不理他，你又怎么样呢？对不对？然后这个中国也在担心说，塔利班你不要跟那个新疆的那个东突厥斯坦对独立运动分子搞在一起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多事之秋。短期内不容易平静。好，确实这个阿富汗的塔利班跟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在过去历史上因为有革命情感，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不过其实呢，这个巴基斯坦过去同样也是跟就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是重要的盟友曾经在90年代协助他们夺得政权。那2001年还默许他们流亡来重整旗鼓。那为什么今天巴基斯坦一手扶植的塔利班却要护着巴塔宁可自咬之己呢？代表巴国是伏虎为患吗？杨老师怎么看？我要早期应该是这么说了，
巴基斯坦是美国的代理人。那个时候呢，他们在阿富汗战争，也就是跟苏联那个是80年代的时候，美国透过巴基斯坦去帮助阿富汗的反抗军，后来发觉，长久支持的反抗军并没有效用，后来就转而在1994年的时候呢，巴基斯坦就去支持就是塔利班。那在特别就是阿富汗的南部以及巴基斯坦的就是西北部这边活动的范围。那就1994年、95年他取得政权了，然后呢，你就看到他们关系变得比较模糊密切，因为美国对他们很有意见。2001年就是反恐战争之后，美国进军阿富汗，那这个时候呢，巴基斯坦又帮助美国，所以可是帮助美国之后，到了之后，这个塔利班政权灭亡，又回到了巴基斯坦的这个境内。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2个这个塔了，一个是阿塔，一个是巴塔。那其实他们本来这个根本就是一起的，但是有人就觉得说，我们应该以巴基斯坦为范围，不要再去打阿富汗。那又跟当地的这些有一些结合，尤其是俾路支省。所以最近后来发生到这是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就是这个中巴经济走廊上面经常中国大陆的这些员工受到攻击的时候，通常就是这个巴塔加上俾路支省的这个恐怖分子共同做的。所以当后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2021年，那这个阿塔又回去了，那这个巴塔留下来，那彼此关系当然就密切。那巴基斯坦就有一点很尴尬。这个时候其实你还是说这个边境的问题是一个过去的这种复杂的关系。但是呢，今年呢，我个人觉得阿富汗做错了一件事情。他以为可以去引印度来去牵制巴基斯坦。因为特别就是在整个以色列跟伊朗的事件之后呢，沙特和巴基斯坦签了军事协议。那阿富汗就觉得说，那我应该去引印度，因为他们看到5月份的印巴的冲突当中，印度吃亏，所以印度当然就捡到枪一样，哇，阿富汗居然要来访问我德里，所以呢，的的确确2个外长在印度见面，而且说接下来要建交，因为阿富汗在克什米尔那边有一点点北方的这种接触，所以他在克什米尔的立场上，慢慢的倾向印度。那这个是巴基斯坦觉得这个更严重了。我讲句实在话，这个巴基斯坦阿富汗根本搞错了。你真的以为印度能够去牵制巴基斯坦吗？印巴空战当中谁输的？对，你真的相信印度那一套吗？更重要的是，你背后惹毛了中国啊。还有呢，你也惹毛了伊斯兰国家啊。就是像是沙特、伊朗这些国家。所以他这里搞不清楚。那以为说借此可以去牵制巴基斯坦，帮助巴塔，那真的是为了小兄弟啊，不惜一切。那为什么他连续下台2次，这也是有道理的。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